哦，看见石川先生了。哦，昨天我就看见他了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6号星期三，又是合练的日子。早晨5点30多，在大阪城，刚刚热身了3公里。今天的课表是5个1公里。最近这个5个1公里出现的很频繁，因为我记得上周就是5个1公里。刚从东京回来那周，病还刚刚好，和田中先生一起，就我们俩人那一组跑了间歇1分钟的5个1公里，是不是？是这么回事哈？你看这个真实的感受，在这个光线下。还可以哈，今天咱们借着这个训练，再跟大家聊聊比赛，聊聊这块高驰的 Pace Pro。因为我看好多小伙伴发评论、发弹幕，有的是有疑问，有的是有讨论，好吗？我再热身个1、2公里，然后咱们今天的5个1公里。但是现在天黑的，就是天亮的确实是太晚了，就这一段路正好又是树丛特茂密，然后灯不太亮，所以不一定能拍完整的训练，大家见谅。但是多跟大家分享分享训练还有设备的心得啊。那咱们一会儿再聊。看我这儿特别黑吧？我们要集合了，5点45。来了好多人。今天早晨气温14摄氏度、13摄氏度、14摄氏度的样子，还可以带一个这种臂套。如果现在比赛的话，带这个厚的臂套会稍微有一些热，就带薄的。刚才还和大文先生聊神户，聊各自的目标。过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要准备做的想法，好吗？我们要合影了。下来どうぞ。5、4、3、2、1、はい、スタート。走。3分19，来苏润。哦，本田先生上周金泽马拉松2小时45，厉害！而且我看本田先生发的社交媒体，好像是右胸被磨破了，都出血了。本田先生特别的坚韧，特别努力。中间间歇1分半，我觉得这种强度的间歇，一般我就走路，很少会在中间再跑了。はい。はい。いきますよ。3、2、1、よ。走。はい。
快到了。哦，3分15，小伙伴们看，来到，我现在心率还180，降下来了。nice。但是屏幕还行吧，在这个亮度下。我觉得高驰应该再允许设定每一个区块的文字颜色就好了，这样可以把关键区块的颜色设置成，比方说像这块 AMOLED 的屏幕，我觉得嫩绿色是特别容易看清楚的一个颜色，而且因为是 OLED 的技术，它也不怎么眩光，就边缘也不会溢出光。还有半分钟。你就不要买。我感觉这个角度我有点顶不住，太快了。哎，早い、かっこい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よーい、スタート。哦，3分14啊，哎呀，到本田先生太快了，这组有点做我腿有点软了，还到哎呀，哦。还有1分钟，还到。本田先生最后冲上来的大步，我差不多大概看了一下，他3步我4步多一点，嘿，真的追不上，因为快就到那个极限了。我没看步频是多少，那种步频极限是不可持续的。
10秒。哟，哎，大豆。到。到。嘿，来了。30了啊！哇！心率182完蛋，还要动。这位小伙伴难得来大阪一次，大家见到都很开心。最后一组，我觉得腿有点软了。最后一组我尽力，我感觉本田先生最后一组会爆发的。他爆发那种追不上，就跟田中先生一样，一步太大了，追不上。而且他上周就是17天前刚跑完一场全马，最后一个最後一本だぞ。守り手の3分半ぐらい？3分20。3分15。あ、怪我せよにね、ラスト。よーい。はい。走。
一次啊！最后一组，3分14，还有哪吒？I saw your Facebook 啊，blood 啊，so strong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回到起点了。我们看着跑来的小伙伴们，给大家报一下成绩。今天的状态应该是很累，5个1公里，咱们就看单圈数据吧。第一个1公里3分19，第二个1公里3分15，第三个1公里3分14，第四个1公里3分16，最后一个1公里3分14。我估计心率都得顶到180以上，可能得到183、184，我没看，实在没法低头看表了。但是你们看这个啊，它整个的表盘的样子，我就想，是不是让你看这个绿颜色这个字，如果能不同的区块在跑的时候能设置不同的文字颜色就更好了，这是小期待。今天是这个闭麦的金碳 3.0， 我就这一双，还没有想好神户的全马穿哪双，因为如果是半马10公里5公里或者这种间歇跑，会毫不犹豫的选这双金碳3。全马的话不知道，全马的话我最初拿到这双鞋和 10X 6.0 Pro 的时候，我的判断是可能10X 会在35公里之后对我来说感觉会更硬。这就是当初大阪的全马我选择穿 5.0 没有选择穿 3.0 的原因。我一直不太喜欢 3.0 Pro 的那种软的那种弹啊，所以还没想好。我在思考几天，这周六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感想，好吗？就是不同的鞋，不同的阶段，可能不一样的选择，对，只能这么说。我再分析分析关于这块表，一会儿咱们训练之后再聊。加油加油！10公里的比赛第2名有什么奖品？这个是有机这个蔬菜，就在很好吃的。我看那天还有一个2公斤的米，哦，是吧？对，我看你发的。10公里多少人参赛？大概40多人。第2名，60岁已经满60岁的老先生了啊，不能说老，已经满60岁的18岁的小伙子了，哈哈，真棒真棒。行，咱们聊聊这块表。首先是有一些小伙伴有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我昨天还特意和高车的小伙伴求证了，因为我觉得肯定是有的，就是这个肯定是有自动调光的，没有问题。这种表如果没有自动调光那就很奇怪了，还有不同的光线下会有自动调光。然后准确程度呢，就 GPS 这个东西，有小伙伴说应该对比测试，但是我是这么认为，我跟高车的小伙伴也讨论，对方也是这么认为，就是 GPS 的表现是不固定的，就是你每一次跑同样的地方也许表现都不一样，它不可重现，所以一次的对比测试不说明问题。我的视频里用的那一段就那个路线我跑了好多次，每次都有不同的表现，就有的地方是这儿稍微偏一点，有的地方是那儿稍微偏一点，像视频里你们看到就是折返的稍微偏一点，对吧？每次都不一样，这一点一直在用 GPS 手表的小伙伴应该都能了解。另外就是关于材质，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。就是有的小伙伴说为什么不用金属材质，我这么理解这件事儿，让高车小伙伴也同意我的观点，就是任何金属材质的东西想把天线做到特别好是有难度的。记得最早 iPhone 4的那个死亡之握，那时候可以凭那个去苹果的直营店领一个那个塑胶的外壳，对吧？
最早我刚开始买手表的时候，2015年，当时觉得贵的就好，买了菲尼克斯3，还是蓝宝石屏幕的，那就是比当年的那9系列，不对，当时还是7系列塑料壳的佳明的手表更容易偏。所以塑料外壳或者说不是金属的外壳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而且我其实对重量是个比较敏感的人，大家看我选跑鞋就能看出来。当初买 Apple Watch Ultra 的时候，你们看我之前那几天的节目，就 Apple Watch Ultra 出了以后，我说60多克就很难接受，对吧？但是它因为佩戴的舒适度没有问题，挺好的，化解了它的重量。你现在我只戴一块表，也把手表放在左手，跟佩斯3相比，会更多的有一点点存在感，因为我用了同样的表带，用同样的表带的情况下，比佩斯3重10克，但是这10克。因为它的厚度增加不多，很少，导致不是很明显。而且我觉得我愿意为这块屏幕去更换手表。我是一个对好看的屏幕没有抵抗力的人，不光是手表，手机、电脑都是。然后就是有小伙伴说。更换的建议，就如果你现在还是一块单品的手表，那就不用考虑了，就你打算买高驰，就直接买 Pace Pro。我真心不觉得，Pace 3和它之间那几百块差距是一个大问题。就如果您是个跑步的马拉松爱好者的话，如果您是 Pace 3呢，我觉得看您。怎么说？消费习惯吧，就是两三千块钱的水准下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买。我也能理解有位小伙伴发评论说对价格很敏感，我理解的，因为不同的时期每个人不一样。就算现在吧，你看最近苹果的 MacBook Pro， 我就特别在纠结，因为虽然你说这块表2000多块钱，我不用纠结。虽然我不是自己买的，我自己买我也不纠结，但是3、4万的电脑，我现在就陷入了纠结，所以我特别理解。对Pace 3的小伙伴们可以再考虑，但是我要说一点，就是这块表的运算芯片和 GPS 芯片跟Pace 3就是它的内在是完全两个东西。不是说Pace 3不好，是这块表的用料太好了。真心话，我不知道互联网上会不会将来有拆解视频，因为我不知道厂商允不允许。这是我的真心话，就是这个的定价和它的用料相比，在业内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。真心话。至于 NFC 这个东西，是有些小遗憾。这就跟 ANT 加协议一样，因为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，就是这种东西就跟做手机，你说基带呀、芯片集成什么的，就是你现在想用更新更快的芯片，它这些芯片的选择里很少有集成了 ANT 的，那就得为 ANT 增加一个芯片位置， NFC 也一样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牺牲了空间，不太好处理，牺牲了空间和电池。这是当时Pace 3的时候我问高驰小伙伴的，而且从那时候我就说 ANT 加那个协议应该淘汰了，但是 NFC 呢，确实是要是你坐公交车什么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可以绑支付宝，我这个是海外版的，也可以绑支付宝，都是 OK 的。
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，你看为什么我拿着耳机呢？因为我起跑之前没开音乐，也没开耳机，我不太知道在这个画面怎么能再去操作音乐了，就不听了。这我都在问，包括像我那天说音乐的流媒体平台这些高驰的小伙伴也有答复，就是市场确实是太小了。你让一个大的流媒体平台去接入是需要努力的。这个我们静候佳音，好不好？我也就有这么多消息。芯片的进步意味着电量的消耗，就是能效更好。我从拿到这块表到视频剪完跑了100公里，只有前30公里跑完我又把电充满了，之后又跑了70公里，并且我现在是全天佩戴，包括睡觉。就是那70公里我跑了3天，然后加上3晚的睡眠，4个白天3晚睡眠加70公里，完了以后我看了一下，还有28%的电，就还可以吧。我对电这个东西是这样看，你看我能喜欢 Apple Watch， 大家就能了解我对充电这事儿不敏感。我觉得这表它只要不是半天一充，就3天一充、4天一充、5天一充，我觉得不那么重要，因为充电比较快，现在都是快充了。一是充电快，二是大家要想这么一个事儿，它跟大的电子设备不一样，手表电池的容量不高的，再加上快充，它充满的很快，它只不过耗电量小。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用过1代的 iPad Pro， 就是第一个不是 iPad Pro， 就是第一个视网膜的 iPad 4。iPad 4那个时候是苹果设备里电量就最经用的，但是那个你要是想充满电，那时候还没有快充呢，想充满电充半天，因为电池大。但是手表没有这个问题，不管是谁家的手表都是，因为电池就这么点儿，再加上快充充的非常快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电量上去想。另外就是大家应该相信官方公布的电量的续航测试，因为这个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它不可能骗你，就是它这个电量是可重现的。行吧，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5个1公里，今天真的挺顶的。训练后咱们再聊。11月6号星期三清晨6点58，又冷身了4公里回家，完成今天训练。今天总跑量不大，热身3公里多，冷身4公里，跑那几组加起来一共6公里，差不多就是14公里不到的样子。看看下午有没有时间再去来一个慢跑。然后关于鞋的事儿，我再斟酌吧，这不重要。然后手表的事儿，对，还有一个小伙伴说，听我说下载佳明的数据导到高驰，还是不知道怎么弄，就是有好多不一样的方法。您如果完全没有自己探索的能力的话，那么佳明是有那个导出所有数据的官方服务的。此处请看屏幕。具体的怎么找？反正你通过搜索引擎搜一下就能搜到，有一个就是佳明的我的账号的页面，应该中国区也有，但是那不是实时啊。过两天他给你发邮件，有一个下载链接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办法。第二办法就是Chrome 的浏览器 ，Google 的浏览器，你用 Google 搜索引擎，用英文搜 Garmin:download Chrome。大概前几个选项里就有一个 Chrome 的官方的扩展商店，有一个插件可以帮你下载佳明所有的运动。它的原理就跟原来那种鼠标精灵差不多吧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模拟人去一个一个的下载。下完高驰那边呢是可以批量上传的，这是第二个办法。如果您有一点点技术能力，您去 GitHub
去找对应的，有好多这种模拟抓取的项目啊，包括像我用我自己弄的那个 running page， 就叫 running page， 在 GitHub 上你们搜都有，因为这种像不管是佳明、高驰、Stride 这种，他们的反爬虫基本上是不怎么做的，就是随便模拟登录就能抓，有技术能力就更不需要有这个问题。就换平台是会有一些影响，确实是要下些功夫。包括我那时候把中国区的佳明换到国际区也是折腾了好半天，就是下载所有的，然后再打包上传2个账号，然后弄回高驰这边也一样。但是呢，我建议大家就是选择平台的时候，就是选择一个至少它可以弄，它是开放的就可以了。如果完全不能弄的那种，那就比较尴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看，包括最近会员视频我跟大家分享这些训练，那我一看能看到我5年前、6年前所有的训练在同一个地方，那种体验不是挺好的。而且我还有这些训练的原始数据。原始数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训练完以后，你可以是一张图，但是你没有当时的原始数据了，可能未来又出了一个什么优秀的分析方法，你就用不上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对运动平台的一个不成熟的看法。给你们看一特逗的，不知道老观众记不记得这个？哈哈哈哈！他8月份这家烧肉不干了，换了一家。然后呢，他这儿当时贴是9月逆最强烧肉，就是9月的最强烧肉要这个 open 了。open， 然后 Instagram 什么，然后到10月的时候，这儿换成10月了，然后现在11月了。10月1号的时候，小伙来把那给裂了，还是贴在里边的，特别有意思。呵呵，日本人也是很严谨认真，是不是？行。所以就是我本来想过出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怎么导数据，但是我猜应该有好多这种视频。如果 B 站没有，其他地儿应该也会有，好吗？大家就是探索这事儿是这样，探索完第1次、第2次就简单了，慢慢你就变成了一个能探索出好多不一样东西的人。行，不跟大家多说了，这块表跟大家强烈推荐，置顶评论区、播放框下边，还有视频的浮层里，都有我的橱窗栏列，好吗？大家可以考虑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